大家好，我是带领技能的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科幻电影《时间规划局》。在未来世界，人类到了25岁便不再衰老，但手臂上会出现一个倒计时的手表，上面显示的时间不仅代表所剩的生命，还能用来作为货币。你可以理解为真时间就是金钱。最开始每个人的原始数据都是1年，你可以用时间进行生活上的一切消费，只要扫个码就能交钱，握握手就能给别人转账，时间一旦用完，立马原地暴毙。反之，花不完时间的有钱人就能得到永生。男主小白的爸爸英年早逝，和年轻貌美的妈妈相依为命，老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两人约好小白会在他下班的时候去接他，好给他续命。作为贫民窟一哥，小白每天都要和时间赛跑，走路用跑，吃饭用吞，就连谈恋爱都要用手。这天小白发现万恶的资本主义又开始通过哄抬物价来剥削底层人民了。他来到酒吧买醉，还顺手从时间强盗的手里救下了一个拥有100年时间的富翁。两人进行了深刻的会谈，富翁表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跟美队同岁，现在已经是个100岁老人了，早就活腻了。富翁还自曝了资本世界的游戏规则，贫民窟的物价之所以不断上涨，都是有钱人在背后搞鬼。他们为了维护世界秩序，就必须要确保穷人的死亡率，否则只有人出生没有人死亡，那这个世界还不给冲爆了。第二天一早，富翁趁小白还在睡觉，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小白，自己只留下5分钟自杀。一夜暴富的小白蒙圈了，他来到公交车站等老妈，谁知道老妈因为付不起刚刚涨价的车费，只能沉默加速度徒步跑回家。结果还没等到小白给自己加州续命，就原地去世了。小白暴走了，他没有抨击这个不能远程实时转账的世界，而是决定到富人区大闹一场，为老妈和所有穷人报仇。刚到富人区，小白就被首富的女儿唐悠悠给看上了。你以为他看上的是小白的钱吗？不是。你以为他看上的是小白的主角光环吗？不是。你以为他看上的是小白的颜值吗？是的。为了获得更多的时间，小白决定去找时间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唐悠悠的爸爸首富王多鱼赌一把。最后当然是毫无悬念的既赢了时间，又抱得美人归。王多鱼还给小白介绍了他老婆和他老妈，跟唐悠悠站一起简直就是姐妹仨。眼瞅着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小白马上就能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了。谁知道就在这时，时间警察陈 Sir 找上了门。是的，他既不查明情况，也不抓时间强盗，死咬小白就是杀害富翁的凶手。他拿走了小白所有的时间，只留下2个小时用于审问。小白怒了，老子混到今天容易吗？哎，好像还挺容易的。但小白还是选择了挟持唐悠悠逃跑。俗话说老司机有翻车的一天，俩人半路上中了时间强盗的埋伏，遇到车祸，唐悠悠的时间也被时间强盗给抢走了。最后俩人都变成了还剩半个小时的穷逼，只能靠变卖唐悠悠的首饰续一波命。小白打电话给王多鱼，让他准备1000年的时间赎回女儿。要知道王多鱼很爱女儿，不管女儿去哪都必须有保镖跟着，贴身保护女儿的安全。所以在钱和女儿的面前，他当然选择了钱。是的，王多鱼并没舍得拿出1000年救女儿，而唐悠悠在和小白的相处中，发现小白其实人不坏，长得也是确实帅，而且如此叛逆有个性的男孩谁不爱？于是毅然决然的选择留下来跟小白没羞没臊，日子还是要过啊。两人决定化身雌雄大盗去抢时间银行，没错，就是唐悠悠他爸王多鱼开的银行，这才叫做真劫富济贫。完了，俩人寻思着要升华一下主题，于是就把抢来的时间分给了穷人。很快这件事就被陈 Sir 知道了，老虎不怕威，你当我是群众演员啊？于是带着手下开始追捕小白和唐悠悠，一边逃命呢，小白还不忘立 flag。哦，还不止一个 flag。当然，凭借主角光环，小白和唐悠悠最后还是成功逃跑了。但是由于他们实在是太张扬，又被时间强盗给盯上了。这2天他们又在日常没羞没臊，时间强盗找到他们，并严格遵守反派作死定律，不直接杀掉主角，而是提议要跟小白掰手腕，光明正大的把时间赢到手。我们小白又怎么会怕呢？之前都没时间谈恋爱，这条麒麟臂早就饥渴难耐了。小白意识到了一个 bug， 抢这么点时间是根本改变不了现状的。资本家们只要继续提高穷人的生活成本就可以了。唐悠悠若有所思的表示，那就投降吧。隔天，唐悠悠居然真的跑去找老爸投降了。可是作为坑爹专业户的唐悠悠又岂是浪得虚名？小白从保镖里站出来，和女朋友一起劫持了他的老丈人王多鱼，并抢走了王多鱼存在保险柜里的100万年时间。所以说这个老丈人就是个送装备的。拿了钱之后，两人继续当他们的散财童子，这样就促使大量穷人变富人，涌向富人区，差点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给整崩盘。爱岗接的陈 Sir 立誓要抓住这类强盗，就算他们是男女主也在所不惜。眼瞅着马上就要抓住小白和唐悠悠了，陈 Sir 居然举着枪和俩人唠起了嗑。这里容偏偏插下嘴，时间警察每天只能领1次时间，每次只能领1天，也就是说1天不领就立马GG。于是这位敬业的陈 Sir 忙着忙着就把时间给忘了，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只剩下几秒，然后就直接挂了。总结一下，主角干掉小 boss 的方式是靠掰手腕，而干掉大 boss 的方式是大 boss 自己忘了看表。故事的最后，唐悠悠和小白过上了没羞没臊、劫富济贫的侠盗生活。其实这个故事有很多逻辑 bug， 比如那么重要的时间居然握一下手就能抢到，这些时间源来自哪里？通过什么科学的机制储存传送？再比如为啥女主全程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依然能上蹿下跳跑来跑去？其实时间当前史这个创意并非这部电影首创，偏偏小时候看过央视的一个儿童剧，里面的小男孩在游戏厅花了几十年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因为年代久远片名记不清了，网上也没搜到，有知道的小伙伴请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时间规划局讨论了资本主义的真相，这个世界就是被富人操纵着的，穷人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偏偏其实不大认同男女主的反抗方式，要想改变这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劫富济贫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除非对整个社会从社会制度到商的建筑进行彻底的变革。但这也是一个悖论，如果穷
穷人真的和富人一样都可以永生，而社会资源又是有限的，随着人口越来越多，整个社会早晚还是会崩盘。总之，这片子用了一个很好的点子，但是并没有进行太过深入的探讨，因此也只能算是一部还算养眼的爆米花软科幻片。今天就说到这里吧，祝转发分享的小伙伴时间永远花不完，拜了个拜。